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着股市的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都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你是否想要投资全球的高成长的顶尖企业？除了我们台湾的台积电之外，像是美国的苹果公司，或者是我们台南的小孩所创立的 NVIDIA， 以及科技鬼才马斯克的公司特斯拉。那这几间公司呢，都是美国的顶尖企业。在过去几年，他们的投资报酬率都远胜于台积电哦。台积电在过去5年的股价的增长大概是 255%， 那 NVIDIA 的话呢是高达了 2500%， 那特斯拉的话呢也有高达 1400% 哦。或者是说呢，你想要直接去投资全球股市的 ETF VT， 那这档 ETF 呢，它的规模已经来到了5390亿美金，相当于17000亿台币。那我们台湾的0050呢，规模只有4000亿台币哦。那我曾经和你一样，对这些顶尖的企业或者是这些 ETF 呢，都非常的有兴趣。那我常常在想说，有什么管道可以投资这些 ETF 或这些公司？那后来我知道啊，几乎所有世界顶尖的企业都会在美股上市。那我只要能进行美股开户，那我就能投资这些公司以及这些 ETF。那到底要如何去进行美股开户，以及要如何去选择券商呢？今天这支影片我将会带你深入了解如何进行美股开户，特别是比较国内的副委托以及海外的美股券商他们的优缺点，那可以帮助你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哦。首先我们先介绍投资美国股市的5大好处。那第一个好处就是有非常多的优质全球企业，举凡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苹果公司、特斯拉，或者是我们台湾之光台积电都有在美股上市，以及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搜寻引擎 Google， 或者是说呢，你非常喜欢的豪车法拉利，以及女生非常喜欢的名牌包包爱马仕，都有在美股上市哦。所以如果你有进行美股开户来开始投资美股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参与这些全球最具竞争力公司他们的营运成长哦。这时候你可能就会问，为什么全球顶尖企业都会在美股上市？那这边就要讲到美国股市的第2大好处，历史悠久，制度稳定。美国股市呢，最早呢可以追溯到1792年，那时候呢是有24位的纽约市的投资家他们建立了纽约证券交易委员会，然后开始交易了股票还有债券。那这个呢就是纽约证交所的前身。那距今的话呢，已经超过了200年的历史。那我们台湾的证交所成立在1961年，距今大概是60岁左右哦。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美国股市的话呢，它发展的时间是更加的悠久，而这也使得他们的制度呢是更加的完善哦。那第3个好处就是资讯透明度非常的高。那也因为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美国股市历史悠久，所以呢有更健全的制度，所以呢他们对上市公司的那种财务资讯的披露就是非常的严格。那我们投资人可以获得非常完整的财务报告以及他们的财务披露，可以降低我们投资这些股票的风险，这让我们可以更安心的进行投资的决策哦。那第4个好处就是美国股市是现在全球股市当中呢规模最大的一个股票市场。那台积电呢，在我拍片的当下的话呢，它的市值大概是8900亿美金，那占据呢台湾股市的整体的市值大概是 36% 左右。但是你知道吗？美国的一家公司苹果公司呢，那它的市值就是我们台湾股票的全部市值的 1.4 倍哦。但是苹果公司占据美国股市的整体市值呢，却只有 5.8%。这样换算下来的话呢，台湾的股市整体市值只有美国股市的 4% 左右。那市场规模越大，当然就会吸引非常多的国际企业来这边上市。这样子的话呢，这些企业就可以获得更多的资金。那美国股市的第5个优点就是它的股价非常的难以去控制。那我们台湾的投资人都知道我们非常的害怕买一家公司的股票呢却被养套杀。这些公司的股票都被大户或者是一些机构投资人呢他们所操盘的，所以我们看到的那些股价增长其实都是这些大户他们所买卖产生的。也就是说呢，这些股价非常的容易被操纵。但是美国股市的话呢，就比较不容易发生这种状况，因为美股呢有非常多市值巨大的企业，因为你市值大，所以你就需要更多的资金嘛。那这种市值几兆的或是几千亿美金的，当然就是非常的难以被操纵咯。那股价难以被操纵，就代表说这个市场这个股票市场它是更加的公平的哦。那么要如何开始投资美股呢？首先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开立美股的账户。
那美股开户的话呢，主要有2种方式。第一种就是使用我们国内的券商，也就是我们国内的副委托。那这个方法就是我们投资人透过我们台湾的券商去进行副委托，委托我们台湾的券商代为在海外的美股券商去购买股票。所以呢，我们使用副委托其实就只是叫我们台湾的券商帮我们去海外的美股券商去买股票。那我们就要提到第2种方式，就是海外美股券商的直接投资哦。海外美股券商的投资的话呢，就是我们不经过我们国内的副委托，我们直接到海外的美股券商去进行下单，这就是第2种的投资方式，也是我自己比较喜欢使用的投资方式。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国内副委托的优点以及注意事项。第一个优点的话呢，就是它的资金调度是非常的方便，那我们无需去进行国际的汇款，我们资金可以直接在国内去进行操作，可以节省我们的时间。那第2个优点就是语言沟通顺畅。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可以直接联系那种国内的券商，他们的客服人员，甚至呢，你可以直接到银行或者是券商的那种临柜去进行询问。那语言沟通当然就没有什么障碍，因为对方的话呢，也是我们台湾人啊，所以呢，沟通起来就是非常的顺畅。好，那接下来就是注意事项。那第一个注意事项就是手续费高昂。那这个虽然说呢手续费非常的高，但是呢它相对于之前前几年来讲，他们手续费已经下降的非常的多了。因为我们国内副委托就算它再怎么优化，它的每一次交易都是需要付费的。那你每一次交易都需要手续费的话呢，你长期下来你的投资成本当然就是非常的高咯。像是我们台湾的一些券商呢，他们的每一笔交易佣金呢竟然高达了 39.9 美金哦。那第2个注意事项就是交易产品非常的受限，可交易的美股数量是非常的有限的许多美股的小型企业或者是那种杠杆 ETF、反向型的 ETF， 或者是你想要投资的比特币的 ETF 都不能交易哦。那第4个注意事项就是交易效率非常的低。交易的话呢，它需要经过非常多层的委托嘛，所以呢它的执行速度就是比较慢的，它比较无法及时反映市场的价格哦。那第4个注意事项就是投资策略非常的受限，它无法去进行进阶的投资的操作，像是你想要融资，或者是你想要融券，或者是说呢你想要做美股选择权的交易，以及股息再投资，我们台湾的副委托目前都没有提供这些服务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海外美股券商它的注意事项。那第1个注意事项就是国际电汇非常的昂贵，那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需要将资金呢汇至海外的银行账户，这就会涉及到国际电汇的手续费。那国际电汇的手续费普遍是落在600到1000之间。600的话呢，就像是你用 Line Bank 的国际电汇，它大概就是600块钱左右。那其他的银行，像是我们一些传统银行的话呢，它的电汇费的话呢，大概可能就是1000左右哦。那我们国内的副委托的话呢，就是国内的转账嘛，那每一次的话呢，大概就是10块台币到15块台币之间，是非常的便宜哦。那第2个注意事项就是它的学习成本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需要自行了解海外的美股券商它的开户流程以及它的交易的系统。那对新手来讲的话呢，就是需要时间去适应那如果真的要使用的话呢，最好是找那种有用户交流区的券商会比较好。就像是 Kevin 我自己有在使用 IB 盈透证券，那我就有创立中文的交流区。那这样子的话呢，对我们这些用户来讲的话呢，就是比较好的。那海外美股券商的优点有哪些呢？第1个优点就是交易成本比较低廉。对，是交易成本比较低廉。那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国际电费昂贵，那主要就是我们将钱汇过去，我们是需要先支付国际电汇的费用。但是呢，我们汇到海外的账户之后呢，所有的交易呢，几乎都是零手续费的哦。但是如果我们是国内的副委托的话呢，我们将钱汇到我们国内券商所指定的账户当中之后，虽然大概只支付10到15块钱台币，但是呢，你之后要进行每一次交易都是需要支付手续费哦。所以这2者的差别呢，主要是在这边。那第2个优点就是它的投资选择是非常的多元的，可以交易所有的美国的股票或者是 ETF， 包含像是杠杆型的 ETF、反向型的 ETF， 甚至是比特币 ETF 都可以交易哦。那再来第4个优点就是交易效率非常的高，因为我们可以直接连接美国的市场，交易执行的速度就是非常的快，能及时反映现在市场的价格，可以抓住投资机会哦。那最后一个优点就是进阶投资功能非常的多，那我们可以进行股息再投资，可以增加我们复利的效应，还有呢，我们可以进行融资或者是融券，
或者是进行美股选择权的交易哦。那最后我要补充的就是，现在海外的美股券商他们的中文服务已经非常的完善了，不管是中文的界面或者是中文的客服都有哦。所以呢，几乎已经没有什么语言沟通的障碍咯。跟我们国内券商相比的话呢，主要就是没有实体的营业点而已哦。那综合而言呢 ，Kevin 认为啊，以上2种方式都有适合的人群。不同的人来问我，他们投资美股应该要使用哪一种方式，我都会给不一样的意见。我们只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就可以了。这些投资方式呢是不需要去论战的哦。像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国内的副委托，对那一种原本就有投资台股的人来讲是更为的安心，更加的方便。但是它的代价就是交易成本高，报价较差，然后呢资讯延迟。然后后者呢就是我们的美股券商呢，它的优点就是交易成本低，报价最优，然后呢资讯及时。那如果你是追求那种低成本效益的专业投资人或者是交易员的话呢，那海外的美股券商会是比较好的选择。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只要你是有投资美股的台湾人，那你几乎都会听过的3大美股券商，那分别是盈透证券、第一证券以及嘉信证券。那为什么不介绍国内的副委托呢？因为我们国内的副委托，你只要有交易台股，你的那些券商基本上都有提供国内副委托的一个服务，那你可以自行去询问就可以咯。那海外的美股券商的话呢，你获得的资讯比较少，所以我这边的话呢就统整给大家哦。那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3家美股券商都有符合我自己跟我的团队在挑选美股券商的3大标准。第一大标准就是它需要有合法的监管。那要如何判断这些券商它是有受到合法的监管呢？你就要看它有没有 SIPC， 就是美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的会员，以及 FINRA 的监管。FINRA 是美国金融业监管局，那只要符合这2个机构的监管，那这些券商他们的安全性就是非常的高。那 SIPC 有什么功能呢？ SIPC 呢，它主要是成立在1970年代的一个非营利、非政府的证券商会员制的组织。那它成立的宗旨就是当这些会员，也就是这些证券商呢，他们陷入财务困境或者是破产的时候呢， SIPC 将会补偿这些券商他们客户的现金还有证券，然后保护这些投资者的资金的安全。当然这些保护的一个资金的范围的额度是有限制的，大概就是50万美金哦。那第2个监管机构就是 FINRA。FINRA 它是成立在2007年，是美国最大的非政府证券业的一个自律组织。它成立的宗旨就是透过有效的监管规范还有法规来强化投资者保护以及维护市场的诚信还有纪律。那如果有受到 FINRA 监管的一些证券业者呢，他们的从业人员违反了证券法或者是一些自律的规则，就像是诈欺投资人啊，说什么投资非常的高报酬，像是这种的话术的话呢，那 FINRA 就有权对这些证券商去进行罚款或者是吊销执照哦。好，那以上就是合法监管，我们一定要找到有 SIPC 跟 FINRA 监管的一个证券商。那第2个我挑选美股券商的要求就是它要有中文的界面，还有中文的客服，而且呢最好是24小时都有服务的客服。那我们刚刚所介绍的这3家券商都有中文界面、中文客服哦。因为有中文界面的话，这样子我下单才会更加的顺畅。那有中文客服的话，那我有问题的时候呢，我就可以直接打给客服了。那我挑选海外美股券商的第3个要求就是它的交易平台要稳定，而且呢它的出入金要非常的流畅。那我今天介绍的这3家券商，我都有使用他们的平台，到现在都还有在使用。那我平均使用下来大概都有5年的历史。那我使用下来的话呢，我是觉得这些券商呢，他们的平台都是蛮稳定的，只是呢他们的出入金的速度呢是有差异的。其中呢是 IB 盈透证券，它的出金速度是最快的，大概是在24小时内就可以出入金完成。那 First Trade 跟嘉信证券的话呢，平均大概是2到3天哦。那为什么我要求交易平台一定要稳定呢？因为如果交易平台不稳定，那可能是我们发现了某一个投资机会，结果交易平台呢发现了 bug， 然后导致呢我们无法投资，那我会觉得非常的不爽啊。所以呢我一定要去使用那一种交易平台稳定的券商哦。好，那最后一个我挑选美股券商的加分项目就是这些券商也要在美股上市。
那为什么我要挑选有在美股上市的券商呢？因为一般的企业你想要在美股上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美股上市相对于台股上市来讲，它对公司的监管以及公司的财务状况的要求是更加的严格。所以如果你能在美股上市，而且呢你又是美国500大企业的话，你公司的财务状况一定是非常的不错。那我们刚刚所介绍的3家券商就只有2家它是有美股上市，那就是 IB 盈透证券，它的股票代号是 IBKR， 以及另外一家嘉信证券，它的股票代号是SCHW。 那我自己的话呢是都会买这2家公司的股票，至少都会买1股，因为我会放在我投资组合当中去进行观看。如果它的股价崩盘的时候呢，我也可以马上发现到。像是 IBKR， 它在过去5年的投资绩效是来到了 280%， 是比我们台湾之光的台积电，它在过去5年的投资绩效还要高哦。那另外一家是嘉信证券，它的股票代号是 SCHW， 它在过去5年的投资绩效是大概 68% 左右相较来讲的话呢，就是比较差了。那最后一家 First Trade 的话，它是一家私人企业，它是没有在美股上市的，所以呢我们不知道他们公司的财务状况哦。那 Kevin 自己也是有听到一些投资人说，有没有在美股上市都没有关系啊，它只要有 FINRA 的监管以及 SIPC 的监督就 OK 啦。有些很厉害的企业也不会在美股上市啊。那这边的话呢 Kevin 就要提出我自己不一样的观点咯。我们都知道企业成立就是为了要赚钱，那怎样才可以赚最多钱呢？就是将企业搞到上市。只要它能上市的话呢，它的资金是可以翻好几百倍的哦。那为什么有些企业不上市呢？主要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些企业它自己可能已经赚得非常的多，或者是说呢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赚钱方法，它不想要公布给大家知道，它就会选择不上市哦。因为你只要上市，你的财报就要公布给大家看，那大家就可以根据你的财报的讯息呢来评断你这家公司的营运状况以及你的业务发展的方向。那这些企业可能就不想要让对手知道，就不会上市。但是我们也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嘛，那这些没有上市的券商如果这么的赚钱，那它是赚谁的钱？那就是从我们用户身上赚钱啦。那第二个券商不上市的原因，那就是它的财务状况根本就无法让它在美股上市所以综合上述2个原因，你可以发现到，如果你的美股券商它是有在美国上市的话呢，对我们用户来讲都是一个加分项目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将这些3大的美股券商呢去进行比较。那我会比较10个投资人最想要知道的重点。那第一个重点就是这些券商他们的成立背景以及规模。那盈透证券它是成立在1978年，然后呢有在美国的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股票代号是 IBKR。IB 盈透证券呢，它是美国500强企业，然后呢是全球最大的网络券商之一，支援50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第一证券 First Trade 它则是成立在1985年，它是一家私人企业，没有上市，然后呢它是专注服务于华语的投资人。那嘉信证券则是成立在1971年，它是在美国纽约证交所上市，股票代号是 SCHW。 那它是美国500强的企业，并且呢在近几年呢并购了德美利证券。好，那第二个比较项目就是交易商品的类别。那盈透证券的话，它可以交易美股或者是港股等等的股票，它可以交易几乎全球的股票，然后呢它也可以交易美国的期权、期货、外汇、债券、基金以及比特币哦。那我觉得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它的商品真的是非常的齐全。好像是我们最近半年呢，陆股、美股还有比特币不是轮流在涨吗？这时候如果你有使用盈透证券，你就可以抓住这些投资机会，因为这3个商品盈透证券都可以买得到哦。好，那第一证券的话呢，它是主要是聚焦在美股，还有美股 ETF、美股选择权，还有美债以及共同基金。那它适合谁呢？它适合专注于美股市场的投资人。那嘉信证券的话呢，它也是一样，它的投资商品跟第一证券是差不多的，然后呢它也是聚焦在美股市场哦。那再来是交易手续费。那 IB 盈透证券呢，它是要收取交易手续费的，它每一股交易手续费是低到0.0005美元，然后呢最低交易佣金呢是0.35块看你是选择哪一种订单的报价方式，它的最低交易佣金会不一样，大概是落在0.35块或者是1块钱美金哦。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它还有一个最高交易佣金的规则，那就是呢，它的最高交易佣金是不超过1%的。所以如果你是买了一股10块钱的股票的话呢，那你的佣金就是0.1块美金哦。那其他像是美股选择权或者是期货，它是有不一样的交易手续费哦。那这边要提醒的就是，IB 盈透证券它的即时报价也要额外付费，但是如果你有使用它的快取，也就是 Snapshot，它每一次呢只要0.01美金，那每一个月它都有1块钱美金是免费的哦。那第一证券不管是美股 ETF 或者是美股选择权以及它的即时报价全部都是免费的。那嘉信证券则是美股 ETF 是免费的，但是美股选择权的话呢，它是需要支付合约费，那每一次的话呢是0.65块美金，那它的即时报价的话呢也是免费的哦。那这边的话呢，我还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虽然我们刚刚提到的 First Trade 跟嘉信证券都是免手续费的，但是呢，不代表说他们投资是免成本的哦。这些券商他们是有收取订单流支付，也就是 PFOF。那 PFOF 呢，是我们台湾投资人比较少听闻的一个机制啊，但它却是许多海外的免手续费的券商呢，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哦。那它的运作原理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投资人在这些免手续费的券商上面下单的时候，就像是第一证券或者是嘉信证券，我们这些订单呢会被送到专业的做市商去进行执行。那这些做市商呢，则会向我们免手续费的券商去支付一笔报酬，以换取执行这些订单的机会。那这一笔报酬呢，就是我们这些免手续费券商呢，他们的收入来源。那像是 First Trade， 它光是2024年第2季度一个季度呢，它从 PFOF 当中呢就获利了280万美金。那这些费用就是从我们订单的报价当中所获取的。那我们用户的报价差加起来肯定会超过这个数值，因为280万美金是做市商给First Trade 他们的报酬，那做市商他们当然也要赚钱啊。那做市商要怎么赚钱？当然就是给我们比较差的订单报价来获取收益咯。所以有许多美股券商，它虽然标榜免手续费，但其实呢，它也是从我们订单当中呢获得了非常多的报酬。那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就规定啊，如果你这些券商有使用 PFOF， 就必须在你们的官网公布。那 First Trade 当然也有在它的官网公布，不过呢，我们刚刚有提到 First Trade 它的面向呢是华语的用户，但是呢 First Trade 公布 PFOF 的页面却是英文的，而且呢不能翻译成中文。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我相信你已经有自己的看法了。这边 Kevin 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有许多的美股券商都标榜免手续费，但是我们投资人真的享受到了非常优惠的报价吗？这边的话呢，大家还是要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支付了更多的隐藏成本呢？好，那接下来是交易报价还有执行的品质。那 IB 盈透证券呢，它的 IBKR Pro， 也就是我们台湾所使用的一个账户的版本，它是不使用 PFOF 的。它的一个交易的品质跟它的报价是最优的，在这3家券商当中。那 First Trade 的话呢，它则是有使用 PFOF， 那嘉信证券也是有使用 PFOF。那再来就是交易平台还有使用的界面。那 IB 盈透证券呢，它的应用程式有网页、有桌面，还有手机都有。那第一证券的话呢，它只有网页跟手机。那嘉信证券的话呢，也是网页、桌面还有手机都有。那模拟仓的交易是盈透证券、嘉信证券都有模拟仓，但是第一证券是没有模拟仓的。那界面的特色，盈透证券它的界面功能就是非常的强大，因为盈透证券呢，它以前是设计给那种机构投资人去投资的，所以呢，它的界面是比较齐全的，但是呢，也就会代表说它相对来讲是比较复杂的。那第一证券呢，它的界面就是非常的简便非常适合那种新手投资人去使用。那嘉信证券的话呢，它则是置于这两者之间哦。好，那再来就是客户服务，他们是否有中文的客服？那以上这3家都是有中文的客服哦。好，那接下来是开户门槛还有流程。那盈透证券跟第一证券是都没有最低的开户门槛。那嘉信证券过去有25000美金的开户门槛，但是呢，最近好像是要修改掉了，
大家在开户的时候呢，可以先去确认一下哦。那再来就是开户的流程。那开户的流程 ，IB 银透证券的话呢，它要提供比较多的一个资讯，填写资料的话呢，也会比较的繁杂。那我有做过开户教学，如果你想要开户的话呢，你可以点击上面的影片连结就可以去开户咯。那第一证券的话呢，它的开户的流程就是非常的简便哦，大概是在3分钟左右就可以开户完成。那嘉信证券跟银透证券一样，都是比较繁杂的开户流程哦。再来就是融资利率还有融资的服务。那银透证券它在我拍片的当下，它的融资利率是落在5%到7%之间，随着你融资金额的增加，你的融资利率会越来越低。那这些融资利率的话呢，还是以官网公布为准哦。那第一证券的话呢，在我拍片的当下，它的融资利率是9%到14%。那嘉信证券的话呢，则是11%到13%。那如果你有融资的考量的话，那银透证券是比较适合的。那接下来是活存利率，活存利率就是我们的资金放在这些券商的账户当中，可不可以拿到利息？那银透证券的话呢，如果你是放美元的话呢，目前它的活存利息大概是 4% 左右。那第一证券的话呢，它则是 0.25%。那嘉信证券的话呢，则是 0.1%。好，虽然我们这边看到银透证券它的活存利息非常的高，是高达了 4%， 但是它这个活存利息要拿到是有条件的。首先呢，你的净资产要大于10万美金，才能拿到完整的活存利率。那如果你不到10万美金的话呢，它就会按照你净资产的比例来减少你拿到的活存利率哦。而且只有当你的美元现金高于1万美金高于的部分才可以获得利息哦。那进阶投资功能像是小数股交易，就是你可以买到1股以下，以及自动股息再投资，这2个功能银透证券、第一证券跟嘉信证券都有哦。那再来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他们是否有支援24小时的美股或者是美股 ETF 的交易功能呢？那银透证券跟嘉信证券是有支援的。那银透证券呢，它支援的数量是比较多，是超过1万个商品。那嘉信证券的话呢，大概是20个。那第一证券的话呢，是没有支援的哦。那整体看来，银透证券它是比较适合那种专业的投资人，还有你想要比较复杂或者是比较多样性投资策略的投资人。那第一证券的话呢，则是适合那一种投资新手，你只是想要买股票，你其他都不想要管，你也不想要什么进阶的投资策略的投资人。那嘉信证券的话呢，它则是偏向于这2者之间。那这边的话呢，我要讲一个 bonus， 那就是出金的费用。银透证券呢，它每一个月呢有1次零手续费的出金，也就是券商它不会跟你收取任何的费用，你就可以出金了。那第一证券的话呢，它则是每一次都要25美金。那嘉信证券的话呢，它则是你要超过10万美金的资产，你每一季就会有3次的免手续费出金。其他的话呢，你每一次都要付10块美金的手续费哦。那这边 Kevin 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虽然他跟你讲说免手续费出金，但是这个免手续费出金是指这些券商不跟你收取手续费。这些券商呢，它是不是要将钱汇回台湾？那汇回台湾是不是还要再走国际电汇的流程？那你这笔钱呢，还是要被收取国际电汇的手续费哦。以我这张图为例，我之前呢从银透证券呢有汇一笔钱出来，然后银透证券呢当然是没有跟我收取手续费。那因为这笔钱呢它是每一个月1次的免手续费出金，所以呢银透证券它是没有跟我收钱的。但是呢它中间呢有经过中转行，就像是这一家银行叫做 Wells Fargo， 那它就跟我收取了10块美金的手续费。然后呢这笔钱汇到台湾之后呢，台湾的银行呢又跟我收取大概200块钱的结款费哦。所以呢里里扣扣加起来啊，我们这些券商啊出金的时候呢，就算他说免手续费，但是呢汇回台湾的时候呢，大概也会损失500块钱左右哦。好，那以上这些比较的表格我会制作成一个懒人包，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以及置顶留言栏当中。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不用填写任何资料就可以免费下载咯。那如果你想要开立这些美股券商的账户，不管是银透证券、第一证券或者是嘉信证券，我都有将他们开户的文章连结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以及置顶留言栏当中，你可以自行看这些文章，自己开户哦。那 Kevin 和我自己的投资成长团队，虽然我们都有使用这3家券商，但是呢，我们最主要使用的还是 IB 银透证券跟嘉信证券。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的，我们比较喜欢那种有美股上市的券商。那其中 IB 盈透证券呢，我们自己使用的是最顺手的，我们自己也有创立 IB 盈透证券的中文交流区。那如果你对这个券商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加入这个社团一起讨论哦。那社团内部的话呢，有非常多的参考指引，好像是这边点击参考指引，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盈透证券的一个开户教学，或者是它的界面的使用方法，以及美股选择权要如何下单，还有那些税要怎么退，这边的话呢都有教学。然后呢，我们这边还有讨论区，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你可以在这边发问，我和我的团队都会在这边回复大家的问题哦。好，那如果你对美股开户还有其他的疑问的话呢，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你也可以将这期影片分享给你那些想要投资美股的朋友哦。好了，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 Kevin， 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那交易平台稳定的话呢，才不会说。那交易平台稳定，才不会使那一种